钟明轩把影片呛爆89。2025年，我觉得身为人类至少都要懂得剪辑基本常识。来，剪辑课程送给你。中州科大高材生剪辑课程送给你。来，让大家看一下8秒钟开始的剪辑过程机。Come on, Cut 2, Cut 3。对，为什么会被钟明轩骂说这个剪辑很烂？因为这个东西讲白了，对于我们业内的人来讲 ，piece of cake。所以为什么让钟明轩很火？你这不是侮辱人吗？啊，这么蠢的行为，非得要钟明轩亲自操作打爆你的脸，你才在那边爽，我就不理解。变态。好傻，好傻，比鸟。青鸟呢？你们当初不是说钟明轩变了吗？在哪里？非正不官宣，但不是。你说还有别的不是还是啥个电影？还做个新闻，打厉害去小姑姑啊，钟明轩都讲到这个份上了，请问八炯在干嘛？八炯继续不回应，继续装傻，我就是剪不出影片，不要再逼我了。又开始了，这没完了吗？你。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钟明轩真的是气到了，发了一支影片呛爆89。不过聊到这里呢，说很精彩，就好多国家、好多体验，但美国团队用粗糙的剧本、造句的演技，不再过的让我的年过得很不好。超多青鸟跑去骂钟明轩。本来想说台湾现在有个年轻人开始在做这一行，那么多人在开始拍短影片，大众会对于基本的剪辑略知一二。但没想到如此高剪辑跟话剧的剧本还能惊动300万人，我是吓到了。钟明轩直接揭开八炯低能的抹黑手法，恶意剪辑。而且他这边讲到，这个年代有这么多的自媒体，结果竟然有300万人信的八炯，非常夸张哦。然后钟明轩在第一波、在第二波都没有回应，为什么选在这时候回应？因为时间已经证明了，八炯就是个不敢面对真相的造谣仔。2025年，我觉得身为人类至少都要懂得剪辑的基本常识。来，剪辑课程送给你。哎，八炯不懂吗？中州科大专门读自媒体的高材生，剪辑课程送给你，100万网红哦。来，让大家看一下8秒钟剪辑过程机。Come on， 这是个很恶意的剪辑，中间删掉，结果把声音给保留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专业的，你会以为这个声音是继续进行的，可是事实上他把它卡掉了。Cut 2。这个蛮厉害的，算是剪得为细腻，认真看才看得出来。但你也是 Cut 2。这一帧有可能有2种状况，一个是他剪得很短，另外一个是他的动作没有做很大幅度的变化，故意停在那边。所以为什么会被钟明轩骂说这个剪辑很烂？因为如果我们一般处理这种画面的时候，我宁愿换镜头，或者我插图，把这里面跳掉的部分给盖过去，都好过这个。可是他没有，我就做手，我也不怕你知道，反正我的观众蠢到也会买单。OK，Cut 3。这个它是换角度的方式把它盖过去，可是它有一个问题，它的画面并不连续。如果今天真的他们要用心剪辑，他们把音轨跟影像给分开，然后你的声音一直放，这样是更难发现。可是八炯的做法是，我也懒得演了，反正我打谁就打谁，300万人挺我，我有100万人订阅，我怕你个屁！一支8秒的影片总共有3 cut 被剪辑过的痕迹，大家知道光3 cut 就可以改变一整支影片的风格吗 ？OK， 听不懂没关系，我现场直接做教学，如何用3 cut 改变一整支影片的风格。大家好，我是钟明轩，大家都知道小明是青鸟，前几天他聚会的时候，他对语重心长的开桌子说：“我们不要再搞分裂了，大家都是中华儿女，我支持统一。”现场大家直接原地傻眼，没想到小明的立场改变得如此之快，现场没有人敢说任何一句话，因为他是主观。虽然说没有人敢吭任何一句声，但是我真的受够了。来，2025年教大家如何用3 cut 来抹黑，抹黑教学学起来。大家好，我是钟明轩，大家都知道小明是青鸟，前几天他聚会的时候，他对语重心长的开桌子说。这叫一个卡，所以这个故事就会被缩短了哦。你就会看到当时海峡导报林进东在提钟明轩的时候，他就是把它缩短变成8秒。我们不要再搞分裂了，大家都是中华儿女，我支持统一。虽然说没有人敢吭任何一句声，但是因为他是主观。虽然说第2 cut 统一，虽然说没有人敢吭任何一句声，但是第3 cut OK。钟明轩描述他的青鸟主管立场转变的大幅的故事，瞬间变成大家好，我是钟明轩。我们不要再搞分裂了，大家都是中华儿女，我支持统一。虽然说没有人敢吭任何一句声，但是我真的受够了。这故事完全长得不一样啊。 C 这一部原影片，它的意思是 A， 你不仅可以把它改成 B， 你要机会让他人社会性死亡。所以在这个时代，人人都拥有武器，但不是人人都拥有善意。套一句尼采说的话，凡是杀不死我的，必会让我更强大。要杀就把我杀掉，杀不死你就给我等着。所以钟明轩这里也告诉了大家，他不是对八炯弄他没有感觉，而是他在找适当的时机要回捅八炯。所以钟明轩这里为什么要把整个手法给揭示出来？这个东西讲白了，对于我们业内的人来讲 ，piece of cake， 这是一个非常 low 的剪辑。所以为什么让钟明轩很火？你这不是侮辱人吗？所以他完全没有演的意思啊！这么蠢的行为，青鸟还是信啊。所以后面的时候，八炯说：“我从来没有说过钟明轩收钱，完全被我预判。”当时还有一堆小青鸟，咕咕咕咕
咕冲进来，说什么哎急了。最不可思议的是，他跑到 TikTok 去洗。你跑到 TikTok 去洗干嘛？TikTok 是你该去的地方吗？小青鸟，那是中国的 APP， 你去个屁呀、污染你的精神啊！然后青鸟就说，林进东有讲到钟明轩哦。他是中间人呢，我没有说他收钱，但他中间人，他毒害台湾呢，他在统战台湾呢，咕咕咕咕啊！青鸟就是这样，不求甚解。一个剪辑的影片那么爽，这么嗨，非得要钟明轩亲自操作，一刀一刀剪给你看，打爆你的脸，你才在那边爽，我就不理解了，就有这么贱的人。而 right now 他们依然不敢上未剪辑过的影片，未剪辑过的版本上传到云端公开给大家欣赏。当事人不给就是不给，是因为网络不是5G，还是你在做贼心虚？而后来当事人上了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问到此事，当事人解释，因为电话中有提及到朋友的私事、家人的私事，因为影片太长，所以没有办法公开给大家看。八囧，你可以把那些隐私内容逼掉，你为什么不放？每一件事都被我命中，到现在八九民男人不敢出来面对。想在当事人眼里，对方是敌人，我正在跟我的敌人，我视角中的敌人讲电话，我还会跟我的敌人讲到我朋友的私事、我家人的私事、我生活上的事，所以在当事人的眼里，对方到底是敌军还是友军？没关系，这部影片上传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当事人到底敢不敢上传完整的未剪辑过的影片给大家欣赏。注意，不要投机取巧，未剪辑的。我手上有证据，我手上有证据，我有生命危险，我这证据公开出来，我有生命危险啊！我有证据啊！我先上政论节目，我先不报案啊！台湾有20万美拥有大陆跟台湾的身份证，同时拥有，我抓到了，我抓到了啊！内政部官宣 correct， 干不到世人。不好意思，你说台湾有具体地方，中国的身份证，请问一下这个地点在哪里？台中跟新北。不好意思，是哪里？可以讲再具体一点吗？就是台中跟新北地区啊。不好意思，我们需要是完整地址，有没有完整地址可以提供给社会大众知道这件事？就是。小姑姑啊，在跳了，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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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之前在成都的影片里面讲到，供需，有人有需求，提供者就做出提供，这就叫做供需。因为这个市场就是有这个需求，提供者就做出提供。某方面你不能怪他，你要想象，怎么有那么多不会独立思考的民众愿意喂养他？再把手挂在前头，毕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觉醒，慢慢跳出境外的世界。钟明轩也开始用境外的世界，看来这段时间大陆论坛没有少看哦。钟明轩都讲到这个份上了，请问八囧在干嘛？八囧在装死啊，各位！八囧继续不回应，继续装傻，每天忙着罢免，每天到处贴剿匪灭共，舍我其谁，到处会就是我就是剪不出影片，不要再逼我了，救命啊！八囧，你剪片不是很快吗？每天都可以剪一支新的。你看1个小时前又上了一支，有这闲时间一直出影片，没有时间回应钟明轩的回应。Hello， 小青鸟呢？你们当初不是说钟明轩死定了吗？在哪里？就八囧被变骂变啊，在哪里 ？Where? Tell me, OK？ 傻逼鸟，好傻，好傻，好傻，傻逼鸟，好傻，好傻，傻逼鸟。